上海生活。嗨，家人们，出站了！今天是周五晚上，刘健在静安寺这儿等我呢。我背后是这个 Apple Store 新开的，我还是第一次来。走吧，有一种进城的感觉，有一种在上海的感觉。对，看背后就是静安寺。我们上周有出门吗？上周在台州，上周在杭州，感觉上周在日本。Oh my god， 我们已经3周没有感受上海生活了。尤其是我最近的工作已经进入癫狂状态嘛，我就觉得出来一下，瞬间感觉心情缓解了30%吧。但另有70%，因为今天也是刚下班，心情很沉重。刘子买的开吉奶皮子，又是奶皮子，家里的那汤圆都现在没吃完，挺好喝的，茶味很浓。浓奶皮子，上面还有奶皮子。我们到喽，没想到还是在这个地方。天哪，这家餐厅听说很久，居然就在这儿，凌晨屋旁边。刚坐在这儿，我说久违的从家和公司脱离出来，坐在这儿吃饭，就已经疗愈我很多了。不能每天待在同样的环境里，真的会治愈。刚试了他们的鸡脚筋，挺酸辣的，这是云南的风味。其实我很喜欢吃鸭舌，我公司零食柜里就那种小包的鸭舌，每次都会被我一下挑出来2-3根，在工位要缩掉。这么大的嘴啊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吃前不拉塔。OK。五花锅炒了之后就不会那么黏。是烤五花锅。这应该是罗马生菜。这个芥末酱挺好的，很清爽、清新，找到工作中的阴霾。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一个在工作中被创的人如何用周末来疗愈自己。屁股这一头可以的。好吃，好会搭配啊！下次我们也搞一些这种创意菜。这个好好吃，有一股奶油的淡奶香，我叶磕上身了。快把流心又弄碎了。早上好，家人们，很肿，刚洗完头，而且头发好翘。今天是周6，然后阳光明媚。我们先吃早饭，看刘子在做啥。这是新鲜的，我会吃新鲜的三文鱼贝果。因为我前几天就刷小红书，这周虽然很忙，但早上起来我都会给自己点外卖嘛，所以我这周的早餐很丰富，给你们先看一下。然后我那天就刷到一个朋友圈里有一个人发了一个贝果三明治，然后我就想说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下，结果刘子今天早上就在我睡醒之前点好了，好香。在造型。刘子的是金枪鱼大馒头，这样子。我的是三文鱼小清爽。今天早上刘子把那个晾衣架拆了之后，这个窗户变得更干净、更漂亮了。如果每天都不用上班就好。好吃。我们一会儿打算插下花，然后下午去那个 AWE 的国际博览会，就看看最近小家电呀，或者是3C 啊、大家电都有什么厉害的东西，学习一下。我们到了，天哪，好盛大！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，1年1度，来学习喽！
这展会也太大了。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比较新奇的东西。这种智能煮茶，有个茶壶，然后这边可以净化水，还有屏幕，这应该也挺贵的，适合爱喝茶的直男使用。擦窗机器人，现在这个款好像还是不知道是进阶版的还是之前就是老款的。家人们快看这个割草机器人，如果咱以后去澳洲了，家里有草了有地了，就可以来一台。追觅就盘了一个这么大的地方，太有米了，只能说。索尼影院这么大，全景声听，感受一下声音。我的天哪，这个音效太绝了吧！索尼真好有米呀，这么大的地方。我送你台相机啊！别说了，哼，我相机确实该换了。这电视好厉害啊，这也太清楚了吧！我趴上看都觉得很清楚哎。以后换电视看来还是有必要换一个好点的。电源就比较清。对，其实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都看不到这么清的。电子宠物，家人们，嗨，你好，怎么不动啊？他怎么不过来啊？家人们，今天来了一个小小的回忆杀，瞬间变成了一个浦东之旅。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纪汇 ，which is 我们3年前住的地方，然后后面我就从这儿去深圳了。这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小区，透过这面玻璃看到外面的红色。就是我们住的那几栋楼，熟悉的地方，3年就这么一眨眼过去了。不是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为啥比较特别呢？就是因为在这个房子里，刘子才开始出镜，出现在我视频里。虽然我是从去香港读书才开始录 vlog， 但那时候就因为每天必须得关在一起，他慢慢的出镜了，然后就有人说想看更多室友，刘子就从室友的身份开始出现，但是就还之前在这儿是能清楚的看到3件套，结果现在你看对面的楼都是新的。都已经看不到了。当时就在这老小区，每天特别无聊呢，就下来在这小区里走一圈又一圈。到楼下了，就在3楼。当时就在这个门，1、2、3，这个就是我们家。有一点眼眶微湿呢。其实当时一直说从深圳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去南京一趟。主要觉得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，如果你不特地回到某些地方，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去。这你觉得很近很近，但是其实隔了几年之后再来，就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。你感觉你没有变，但是你再回到当时那个地方，其实你变了很多，哪怕只是3年。我们今天晚上来吃一家湘菜店，就在家之前一家的旁边，路过过，从来没吃过。但刚刚和我跟刘子偷偷吃了我们俩很爱吃的一家牛肉面，我们俩吃了1碗，现在有点小撑。这个火爆双脆，他家是在这儿开了好多年了也，然后也有一些分店，应该还不错。毕竟我明天要去深圳出差了，就可以吃到湘菜了。刘子吃不到，先陪他预热一下。这个火爆双脆，黄喉和腰子。刚刚他们米饭一上来，我就说超级香，应该是蛮好的米饭。爽口，很嫩，而且辣椒之外还能吃到食材的味道，还有一些酱香味。米浆，这个牛蛙128，他们的招牌说镇店的菜，让我来试试。没有这个双脆一鸣惊人，双脆一鸣惊人。这个牛蛙挺嫩的，但味儿有点淡，确实要多煮一下，蘸一下汤汁搅拌一下，下面是酸辣的，味道会更好一些。家人们，早上好！太早、太丑、太肿了。因为今天早上，昨天我跟刘子去了那个 AWE 嘛，然后今天是周日，我今天去深圳出差，现在工作特别忙，吃顿休息室的早饭，感觉早上还不错，挺丰富的，还有煎饺，拿铁还是冰的，一会儿就起飞喽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，你们知道我今天有多倒霉吗？我现在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被遣返，因为我的签证是香港的 ING， 然后有2年的时间，但是港澳通行证写的7月，结果今天我就刷不进去，然后香港的入境处就把我搞起来，就跟我说我这个1月份就到期了，我就必须得回内地办一次旅游签，
所以现在我被交接回来，然后在这个高铁站自己买了一张票，我现在又要回内地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也特别倒霉，就是手机充电口坏了，然后也没有合适的充电器，现在快关机了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，但真的就是我只能说，广东这个地方跟我不合。家人们。我现在在酒店房间了，我觉得我跟深圳气场不合，这事儿实锤，所以我就来先把入住给办了。还好这酒店帮我升了个房，感觉这个 JW 金茂挺值得的，还在拆标附近，而且还挺新的，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哎。虽然应该也没有心情泡澡了，我现在超级宇宙无敌饿。我帮 Francis 和 Zoe 不是特地带了条头膏和青团吗？青团也没送出去，条头膏也没送出去。然后我今晚就约了伊萨吃饭。最后陪我的只有伊萨，一会儿给他吃好了。我们现在来试吃一个吧，我觉得蛋黄肉松的大家都吃了很多了，我试一下这个香干的怎么样？这个是昨晚买的嘛，它就是现包的，我昨晚买的时候还是热的呢。青草味，非常清香。哦，就像河南的山野菜豆腐包子，挺香的，好吃。我还没有讲我更倒霉的是什么。今天真的很衰，我昨天晚上为了防止我忘记带我的手机充电器，所以我就把每一个微信对话框都打上了带手机充电器，而且早上起来我还特地把它放在那儿，结果还是忘带了。其实忘带充电器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大事儿是我的手机它的充电口坏了，它只能用磁吸的充电器充，我又没有带磁吸的，我就只能叫外卖，就是这个。等了很久，等到了之后发现它插在我的电脑上没有办法充电，所以我就只能在那个车站里很荒凉的福田站买了一个70块钱的充电头，这个也是70，在那儿硬着头皮充了一会儿，充到10%几我就去香港了，结果我刚刚又被遣返了，所以我今天想说我不去了，主要我手机还没电，就真的是一个特别悲伤的故事。可能老天爷今天就想让我在房间里干活加班，因为我这期视频的主题也是如何利用周末缓和工作。现在我的经历就证明，当你工作不顺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也会被创。Anyways，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深圳了吧，明天就要上班了，不确定会不会继续录视频，但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拉着雨伞去，就在车公庙附近，我们去吃一家想吃的饭。Yes， 嗨，我们又跟伊萨小姐姐见面了，我们在互相同步最近的坏消息。外面很漂亮啊，我们出门喽，来吃这个顺德菜。对，因为最近我一直想吃鱼生，这家看起来不错，外面也不错。上菜喽，这有一个捞鱼片，但不是生的，生的要1条鱼的点。我们先把这个吃完，然后还有一个虾。这个虾也不错，这3个菜加2个酸奶糕，一共才123。那我们吃吧。还有一个乳鸽，我的天哪！对，熟的就便宜，因为鱼生他们肯定要一整只一整只的。还有乳鸽哎，这么多菜才123，在上海真的买不到，没夸张一点。在深圳也很难买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被找他。太久没有回来了，一点都不想回来呢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一点都不想回来吧？因为它有一碗汤哎，这里面是排骨汤，哇，这个好好哦。没有了，明天要周一了 ，amazing。事实证明我们的周末总是这样荒谬。对啊，我觉得周末真的得做一些 do something， 比如说你出去玩，台州好玩吗？台州好玩，反正我觉得我又回归到1-2年前那种适应工作节奏、重新适应一群人的状态了，所以我最近就挺不适应的。你适应的挺强的呀。来看看郭子这多快适应吧，郭子永不言弃。立什么人出来？大家天天嘤。点名一下吧，大伊萨。郭子好会买哦，超级便宜，深圳人都找不到这么好的餐厅。123。